这就不错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死了吗？皇上，你答应了臣妾的。我怎么回到了姑姑为我求婚的这一天？臣妾膝下无子，陛下若是连这点指望都给不了臣妾，臣妾老了可怎么办啊？上一世，我就是被这般高不可攀的他所吸引，一眼疯魔，赔进去了一身。好，好，好，朕答应你便是。沈爱卿啊，朕怎么不知道你竟然有一个如此花容月貌的女儿？皇上言重了，小女自幼随祖母去了江南，前些日子刚刚回到家中，倒是有几分江南女子的气韵。你多大了？平日里都习些什么技艺啊？臣女沈安安，颜16，江南风景秀美，臣女数年来只顾而乐，不曾学过什么技艺。安安，说什么呢？这京城还有不想嫁给你的姑娘？安安是害羞，臣妾的母亲当年可是京城第1才女，她老人家亲自教养的孩子，怎可能什么都不会？沈姑娘，朕听你姑母说你擅长琴瑟，今日是渊儿的庆功宴，你可否奏上一曲啊？渊儿，这沈姑娘琴艺超群，不如你二人琴箫合奏一曲。臣有些服，先告辞了。前世，萧渊在庆功宴上待我冷漠，害我受尽白眼。臣女今日手受伤了，不能抚琴，让皇上失望了。臣女恭贺四皇子得胜归来，愿四皇子攻无不可，为大梁再立奇功。他似乎对本皇子有成见。你怎么受伤了？快宣太医给沈姑娘瞧瞧。臣女多谢皇上恩赏。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？那就罢了，你回去以后要好生的将养。萧渊，沈姑娘为了不嫁你，竟不惜弄伤自己啊！安安，你手没事吧？哎，跑什么呀？我们又不是洪水猛兽。袖子里的簪子呢？给我瞧瞧。你，哎，别怕，我不会揭穿你的。但他，我可就不敢保证喽。四皇子惜字如金，不会像李公子如此爱多管闲事。我还要赶着去朝阳殿挨骂，先走一步了。哎，他从未与我接触过，怎知我惜字如金？沈姑娘若是做你的四皇子妃，与你有很大助力，而今人家不愿，你心中有何打算？沈家不行，换一家便是。前世我费尽心思，方才如愿嫁给萧渊，可惜婚宴，萧渊在屋外站了一夜，也不肯与我洞房。不久，我方知萧渊早有青梅竹马，我竟做了那棒打鸳鸯的恶人。后来，我为了得到萧渊的一丝温情，不惜自残，可萧渊仍旧对我视而不见。上辈子苦够了，这辈子打死我也不嫁了。枉我为了你和四皇子的婚事，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。安安常听祖母叹息，姑姑在宫中
同无数女人斗智斗勇，如履薄冰。安安不愿意母亲如祖母一般为我难过伤怀。在这红墙高瓦中，你倒是第一个挂念我过得好不好的女子。起来吧，安安，姑母知道你的心意，但如今四皇子和二皇子相斗，沈家必须早些站队，姑母膝下无所处，只有你坐上皇后的位置，姑母与你的父兄才能安度晚年啊。沈家素来只效忠大梁皇帝，从不站队，即便是冥顽不灵，送沈小姐出宫，等着赐婚圣旨便是。是。姑姑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这一世，我断不会嫁给萧远。小姐，前面有人打起来了，要帮吗？掉头走。沈姑娘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放心，他死不了。沈姑娘见死不救，明日我若活着，定参山府一本。烦死！若是没被伯母教训，便不会遇到这糟心事。周叔，是。天哪，应该朝他心窝子捅啊！真是，这女人盼着我死。萧远，胡奶奶是来救你的，你要看着救命恩人死在这儿吗？果然不愧是大内第一高手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萧渊，没想到你也有如此狼狈的事。今日多谢。哎，不必，大安不言谢，你不用以身相许啊。沈姑娘放心，本皇子绝不纠缠。小姐，那毕竟是四皇子，你今日这么说，会不会不太好？没关系，翟得清楚些，对我对他都好。小姐，你越说我越不明白了。安，母亲，玉姑姑，表小姐这次做得很好，贵妃娘娘很是高兴，特意让老奴给您送来这套羊脂白玉的头面。姑姑这么快就知道四皇子遇刺一事了？贵妃娘娘说了，表小姐这次立了大功，会向皇上替您讨赏的。啊，难道还是逃不过嫁给萧渊的命运吗？安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娘，今日的事，我也是受了李怀恩那厮的要挟，说是不救四皇子，他便要上奏沈家。安，这四皇子有才有貌，身份尊贵，娘本以为你也会愿意的。是啊，娘也说了，是也许会有。安，你放心，若是你不愿意，娘和爹绝不会逼你的。夫人，进来。夫人，小姐，吩咐你的事情都办妥了吗？回夫人，周棚已经设好了，一切事宜也都吩咐下去了。施粥。上一世，我因为此事被萧渊问责，导致成了整个京城的笑柄。安，娘想将施粥的事情交给你去做。这，安，你刚回京，也该露露脸了。施粥是善举，这是最好不过的机会了。好吧，多谢娘为我思虑了。
大姑娘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大公子挨了板子，人已经抬回来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哥，哥没事儿，你哭什么？小渊那个混账东西，我就不应该救他。如果不救他，大哥就不是挨几板子那么简单了，恐怕命都搭进去。南华街那么大动静，我身为禁军统领却浑然不知，确实是我失职。四皇子罚的也不重，也是为了堵住悠悠之口。小姐，外面。钟叔，你去丈量，谁离岔路口近，谁就后退让路。奇怪，我还没说呢，小姐就知道外面的情况。小姐，我们跟沈大姑娘的马车遇上了。沈大姑娘，我有急事，可否行个方便？我家姑娘也很着急，端三姑娘怎么不行方便？沈姑娘，你是不是误会了呀？我是要为东街的百姓前去施粥，我每晚去一分，他们便要多饿一分。上一世，端嬷嬷就是这么一哭喊，惹得百姓纷纷同情她。沈姑娘，我急着去东街为百姓们施粥，你可否相让？可明明是我先啊！沈姑娘，你何苦如此斤斤计较？我也是为了能让百姓们能够吃饱饭呀。沈姑娘，难不成要我跪下来求你吗？沈姑娘，难不成被我师兄拒婚，因此记恨上我了吗？谢谢小姐，谢谢饭吃。大家真是大好人，有饭吃。沈安安为了一己私欲，罔顾百姓安危，董嬷嬷的马车，还敢在此惺惺作态，这怎么这是？这一世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自食恶果。出来了，我误会你什么了？你去东街施粥，我去南街，你东街的百姓多饿了一分，我南街就不饿了。是啊，沈大小姐说的有道理。难怪四皇子都看不上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知道的是端三姑娘心地善良，但是这不知道的还以为端三姑娘拿百姓当法子，给自己谋好名声呢。沈姑娘，你是不是误会我了？小姐，咱们要逼端家道多搬个码头，是咱们先转个弯，端家在后。端三姑娘，可听到了？你给沈大姑娘让路！哼，一个江南来的乡下佬，怎如此伶牙俐齿？不急，待会儿我只要去萧渊哥哥面前哭一哭，他沈安安今日必定颜面扫地。小姐，怎么觉得这端三姑娘说话怪怪的？她与萧渊青梅竹马，许是看我不痛快，故意为难我。小姐，这样添油加醋，不好吧？木香，在这世上，只要名声好，即使做了错事，也是事出有因，可以原谅。给我口吃的吧！别急，都有的啊，别着急。还好我家姑娘大气，要不然这会儿啊，你们都得饿着。姑娘，发生了什么？跟你们说啊，就是那个端姑娘呀，刚刚拦着我家姑娘不过来施粥。没想到这个端三姑娘这么过分，为了博名声，还耽误我们吃饭。就是，真是虚伪至极啊！端嬷嬷，这恶果你就受着。过来吧，这里有。谢谢。萧渊，她可不是什么好惹的女人，你确定要替端三小姐出头吗？再说，人家还救过你命呢。
今日多谢。哎，不必，大恩不言谢，你不用以身相许了。你觉得默默会让你受委屈？哎哎，拿着，终于有粥吃了。真好吃。四皇子特意来，是为了给端梦梦鸣不平吗？不是。那日救命之恩来不及道谢，今日路过，来说声谢谢。不是为端梦梦而来的，为何与上一世不同？不必，要不是李怀言死不要脸，我也没有打算救他。他说的对，但那日的确因你所脱困，于情于理，该道声谢。四皇子倒是正人君子，只不过是装样子，还是真诚意啊？沈姑娘，你要什么诚意？我要四皇子留下来帮忙。哎，使不得，他还一堆政务没处理呢。什么政务能比民生更重要？你说是不是啊，四皇子？沈姑娘说的对，民生为重。谢谢，你真是个好人啊！来，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？非要留下你干这些下等活？不知道。沈姑娘，她身上还有伤，我给你派20个婆子来帮忙，让她回去吧。啊，他让你来的。如果干不了，就滚。嘿。原来神奇被拉下了神坛，与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。墨香，你知道恩将仇报是什么意思吗？奴婢知晓，小姐很早之前就教过奴婢。这做人呢，首先就是要学会正直磊落，万不可做一个恩将仇报的丧良心之人。你说谁恩将仇报，丧良心？时候不早了，也该回府了。也不知道大哥的伤怎么样。哎，别冲动，当心中计。中计？你说他会不会知晓你不近女色，故意来了个欲擒故纵？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他为什么这么问？沈姑娘。哦，之前在宫宴上不是见过吗？四皇子忘记了。别等到那日欠你的人情，我会折算成金银送回沈府。大小姐，四皇子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话？谁知道他发什么神经？小渊，怎么突然要走啊？您若喜欢，可以回去。哎，别，端家那边流民怎么处置？端梦梦这第一才女，端庄心善的名声可山水啊！那些老弱妇孺还未靠近，就被端家夏日赶走了。这如此一来，端三姑娘的品行也不在你责妃之内。要我说呀，最符合四皇子妃的，就是沈家姑娘了。只不过人家不喜欢。哎，你不如你施展你男人的魅力，勾引他。滚！大小姐，您回来了。这是方才四皇子府里的管家送来的，说是谢您对他主子的救命之恩。这些好像都是补身子的药材。送到宋竹院，给我哥补身子。四皇子的花在京城可是趋之若鹜，万金难求。把这箱话给我送回去，转告萧渊，别拿破烂来打发我。他的话在我这儿一文不值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我想歇一会儿。
出去。夫君，你这花真好看，可否赠我一幅啊？你也配？萧远，前世无论我如何低三下四的求你，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，而今你倒是慷慨。我怎么越看沈安越眼熟呢？殿下，沈府来了人，将送去的东西又退了回来。沈大小姐还带了话，说了什么？说殿下的字画在她那儿一文不值，就别拿破烂打发她了。收进库房吧。是。一文不值，破烂，不识好歹。沈安安，有机会我倒要看看你的画作，到底有多出神入化、栩栩如生啊！安安，后日永宁侯府有个赏菊宴，你刚回京，正好趁此机会在众家闺秀面前露露脸。娘，女儿想在家中歇息。安安，这赏菊宴一年也就这么一回，除了众家闺秀，还聚集了不少青年才俊。娘正是想让我择婿，如今姑母正想着如何将我嫁入四皇子府，不如趁此机会另觅良婿。都听娘的。走，快放开他们！你们这是草菅人命啊！什么草菅人命？我们奉命安置流民，少多管闲事。这孩子生病了，需要看大夫。我乃新科进士张叶阳，你敢动我？小小进士，在京城也不过是个蝼蚁罢了。让开！住手！哎，沈姑娘。沈姑娘，我们奉命安置流民，放了他们。属下告退。多谢姑娘。是公子不畏权贵，仗义直言。再下一根筋，让姑娘见笑了。公子之心难能可贵，可莫善太过，反遭所失。哥哥，我头疼。走。如今二殿下愈发不知收敛了，手底下的人光天化日就敢如此猖狂。不怕他猖狂，就怕他不动。刚才那进士倒是坚韧不屈，方才沈安为何对他笑得那么惨？对了，小远，后日永宁侯府的赏菊，你去吗？不去。长公主召集了京城所有贵女，就是想给你相看的。听闻这次长公主想让女眷们比试画技，可往年不管什么宴会，魁首都是端三姑娘，沈姑娘是新来的。你说，她和端三姑娘的画技谁更厉害啊？在府中待着无聊，去瞧瞧也无妨。哼，我倒要看看那个女人的画技如何出众，敢说我的画是破烂。见过四皇子。安安，以前就常听你母亲提起你，今日一瞧，当真是天资异貌呀！打扮的这般妖艳。安安，可有定下的婚事了？我家那个不争气的东西，今天也考上进士了。啊，是吗？前日刚记了我的婚事，后脚就来议亲，是怕自己嫁不出去吗？师哥，你喜欢沈家小姐？我不喜欢别人讨论猜测我的事情。是嬷嬷僭越了。端三姑娘今日是和四皇子一块儿来的。师哥去看望我祖父，顺路便一起过来了。
我瞧着四皇子对你很不一般的，说不定端三姑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呢。婚事乃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又岂能是我可以妄想的？端家肯定在和四皇子一亲了。小姐，为何不去前厅？这里安静一些，等比试开始的时候再进去也无妨。叶阳兄如今美人在怀，真是金榜题名日，洞房花烛夜。好了，你就别调侃我了。那妇人莫非真是赖上你了？她说没地方去，死活不愿离开，我总不能看着她带个孩子露宿街头吧？你呀，怕不是被那对母女给算计了。叶阳兄，要我说呀，你干脆将这对妇女给打发走吧。啊！芙蓉不及美人妆，水殿风来珠翠香，世上竟有如此美人。好了好了，别看了，我唐突了姑娘。怎么了？我肚子有些不舒服。哎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去啊。哦，好，来，告辞。今日这赏菊宴，可都是为了你。待会儿你好好挑一挑，心里有数才行。我不着急。那是谁家的姑娘？长得倒是俊俏，怎从不曾见过？沈家的。她就当初在宫中拒你婚事的那个沈大姑娘。沈贵妃一厢情愿罢了，没有挑明，何来拒婚一说？说的也是。不得不说，这位沈家姑娘，姿容称得上一绝，空有皮囊罢了。你怎知她空有皮囊，而非才貌双全呢？那个书生是今年的新科进士，他怎么回事？母亲问我妹妹相中的便是他，他该不会……小姐，这位公子怎么一说话就脸红，真有意思。在官宦子弟中，如此磊落干净的男子确实不好找。小姐说的对，张公子的样貌品行都是一流的。这个张掖呀，恐怕对沈小姐有别般心思。哼，他也配？你好像对这个书生很有意见啊？怎么，他得罪过你了？没有。公主，男宾那边比试已经结束了。好，何人夺得了魁首？回公主，四殿下和世子爷都没有参加，出彩的是一个出身寒门的进士，名叫张掖阳。请各位小姐入座，开始比试。不要有负担，你只需告诉众人，你并非什么都不会就够了。放心吧，娘。请各位小姐开始比试吧。如今是我为自己择良婿，我自当好好表现。这是何人所作？回长公主，是端三小姐。不错，看来这次魁首又得是端三姑娘了。还有其他人的话没看，梦梦可不敢自居。长公主还有一幅，这是沈老夫人的手法，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！不愧是沈老夫人调教的孙女呀！本宫宣布，今日赏菊宴，沈安安胜出。我倒是小瞧你了，不过你别以为凭那区区一场画技就能当得上才女了。区区才女之名，你真当所有人稀罕？
也就你以此为傲，给狗尾巴都不带要。你，沈小姐，快来接长公主的彩头吧。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若是我大梁看这画技一绝的，也就我那四侄子了。所以今日的彩头便是他的画作。沈姑娘，你可算是捡到宝了。老四的画作可是千金难求。把这箱画给我送回去，转告萧渊，别拿破烂来打发我。他的画在我这儿一文不值。多谢长公主，感觉我比端梦梦还要好笑些。哟，沈姑娘，又见面了。哎，别走啊，好歹我们一起施粥，也算得上是朋友了。听说你今日画技比试得了魁首，哎，这人不露相啊。这个狗男人定然在嘲笑我，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花言，前厅的陈姑娘在等你。哪个陈姑娘？还不快去！对，我可不能让陈姑娘久等了啊！走了。沈姑娘，恭喜啊！喜从何来啊？听说沈姑娘为了赢得彩头，与端三姑娘发生争执。看来沈姑娘十分喜爱我的画作。你，沈姑娘欲擒故纵的意思，我明白。哎呦，我说看着四皇子哪里眼熟，原来跟端三姑娘一样，自视甚高。前些时日说是垃圾，现在又费尽心思赢得彩头。沈姑娘一向如此，表里不一，口是心非吗？你当我稀罕了？早知道这个是奖赏，我就会像那日一样，划伤手也不会参加比试。让开！啊！小姐。姑姑可是有什么喜事，笑这么开心？我呀，瞧那沈家姑娘，怎么瞧怎么喜欢。来，你看看这幅画。我原本是想要将你那幅画送给端三姑娘，可又觉得沈姑娘的画更胜一筹。要不，你看有什么贴身之物，我替你送给端三姑娘？送她做什么？你给那幅画不就是为了要送给端三姑娘吗？我也不曾想这中间杀出个沈安安，我可偏袒不了的。谁说是为了送给她的？既是彩头，自然赠给赢得头筹的魁首。姑姑，我府中还有些事。好，先告辞了。哎，月儿，我的画。哎，这是沈姑娘的画作，给我瞧瞧。这功底，比起你也不遑多让了吧？之前你还说人家空有皮囊，如今看来是才貌双全啊！啊，我还没看够呢。你姑母又来信了，让我劝劝你和四皇子的事儿。母亲，我对四皇子无意。庆功宴那日，我也表明了心意。你姑母膝下无子，如今又要站稳脚跟，恐怕很难放弃你的婚事。不如娘早些给你把亲事定下来。只能如此了。好，长公主那边为你挑选了不少良婿，明日娘就去她那儿透个风。
马上中秋了，祖母那边的礼物你也带我一起买了吧。放心好了，祖母那边的礼物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好心人，救救我吧，我好饿。公子，你就发善心吧，我们孤儿寡母快饿死了。妹妹，府中还缺下人吗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你认错人了。站住！你是不是故意守在这儿，等着我大哥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哼，听不懂？你们从张公子那儿坑来的银子花完了？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你了，你还想如何？沈姑娘，上次我听了你的建议，跟着母子划清了界限，但她委实贪心，天天在我做工的地方堵我。你在这酒楼做工？小生贫寒，钱财又都给了这母子，只是现在暂时先在酒楼做工。这位公子是？大哥，这是今年的新科进士张叶阳。张公子。沈大公子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……张公子慢走。在下先告辞。人已经走远了。大哥，进士一般都会分配什么官职啊？怎么突然想问这个？没什么，只是顺口问问。状元探花多数可以溜京，若是在殿试中表现平平的话，大抵也只是个知县。安安，这些都是长公主送来的。娘瞧着，这御史中丞家的二公子尚算不错，你瞧瞧，可合你眼缘？有鼻子有眼的。这是什么话？你仔细看看，若是没问题，娘明天就让忠诚夫人带她儿子过来走一圈，偷摸让你瞧瞧。只要不嫁给萧渊，我就能改变命运。墨香，第一次见面如此打扮，会不会太夸张了一些啊？小姐，既是相看，自然是越漂亮越好。大小姐，忠诚夫人快到了，夫人让小姐陪她去门口迎接。好。母亲，四皇子怎么也来了？长公主是媒人，自然是要来的，只是没想到为何把四皇子也带来了。长公主安，四皇子安。穿得如此花哨，莫不是上赶着嫁给孟家的小子？沈姑娘好。娶妻娶贤不娶色，这沈安安也太妖艳了些。罢了，看在她家世好，以后多敲打敲打就行。渊儿，你不是要去西大场练兵吗？快去吧。好，那晚些时候我和陈毅过来接姑母您。早就听闻沈姑娘如若天仙一般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超凡脱俗。孟夫人过奖了。我家成儿也不错，今年中了进士，我家老爷说了，将来必定能超越他。宴席还要一会儿，安安，你带着孟公子去后院转转吧。是。听孟夫人说，孟公子文采斐然啊，没有，只是个进士而已，中等水平。别听我娘瞎说。
倒是实诚，还没见过给自己拆台的。杨腾子、孟公子在夫人心中自然是千好万好。沈姑娘说的是，沈姑娘国色天香，若是真能娶了去，我定要将她捧在手心。不，我定要将她宠上天去，3、5年内不纳妾不成。大哥，沈大公子，大哥，这位是御史忠臣的二公子，同长公主到府上做客。大哥，你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早？后日中秋佳节，朝中放了几日假。那正好，娘在前厅设了宴席，一同去坐坐。不了，我还有事，你们去吧。沈姑娘，沈兄是不是不太喜欢我呀？没有，我哥一向如此，不苟言笑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沈姑娘，后日中秋晚上有花灯，我可以邀你一同去游玩吗？这……你放心，届时我家妹妹也会一同前往，不会损了姑娘的名声。好。果然长得好看就不是什么好事，这勾人本事真是一绝。没出息。启禀夫人，可以用膳了。好，沈姑娘出身确实不错，就是长相我不太满意。沈姑娘长得跟天仙似的，母亲这还不满意啊？正因为长得太好，我怕耽误你读书用功。你们刚才都说了些什么？沈姑娘答应儿子中秋相聚了。没想到这沈家姑娘如此不矜持，那你们的婚事就10拿9稳了。听闻沈姑娘是在老夫人身边长大的。是。沈老夫人在江南那么久了，不知可曾忘了如何长家？这些可曾教过沈姑娘啊？孟夫人说笑了，这些本就是闺阁女子该会的。莫不是孟夫人在娘家就没有学，故才有此一问？娘，如此牙尖嘴利，日后到了婆家可得好好调教调教。长公主，请用膳。成儿，娘去外面等你。好。沈姑娘，我娘她一向如此，嘴比脑子快，你莫和她一般见识啊。孟公子说笑了，孟夫人是客，于情于理我都不会跟她计较的。那后日我来接姑娘一同赏花。不用了，沈府有马车，就不劳烦孟公子了。孟公子快些走吧，莫让孟夫人等着急了。好吧。小姐，这孟夫人也太自以为是了，真以为小姐你已经嫁进他们家了不成？孟公子若光还不曾娶亲，便是被他这娘给搅和了。母亲，他父亲是五官之首，不是从前那些小门小户。你再这样，我还怎么成亲？哼！若不是他家世好，我是断定看不上那妖媚之姿的。我可听说了，贵妃娘娘原是有意将他给四皇子指婚的，后来却不了了之。为何？定是四皇子瞧不上他，指不定身体有什么毛病。母亲，
那你可得好好查查，就算要娶，也得同太尉谈些条件。最近确实是不错，看起来比现在好多了。安安，你觉得孟家儿郎如何？孟公子尚算不错，孟夫人应该不好相处。可是那孟夫人对你说了什么？你尽管说，本宫为你做主。说我自幼在江南长大，祖母不长家许久，我大抵也难堪主母之人。岂有此理！区区一时中丞府，还想要料理后宫的皇后不成？门第不高，要求倒是高。此事就此作罢。长公主，夫人小姐，四皇子和林世子来接长公主了。长公主，这会儿晚膳也好了，不如请四皇子和林世子一起用完膳再回去吧。安安，你去迎一迎四皇子和林世子。是。林世子，四皇子，家母请二位过府用膳。不了，沈夫人盛请，就却之不恭了。你刚才不是吃过了吗？沈姑娘看着不太开心，怎么，与孟家公子的亲事没谈拢？多管闲事。多管闲事。姑姑，我吃饱了。沈公子，可否陪我到后院走一趟？却之不恭，请。本皇子手下前些时日在花楼抓了一名歌姬，没成想她是一史忠诚所包养的女子。什么？她表面上正气凛然，实则贪财又好色，就养了不少外室娼妓，而她的儿郎更是将她的习性学了个八九不离十。我此前也听过一些梦中的事，但都是捕风捉影，没想到确有其事。天色不早啊，本皇子也该回去了。你明知沈家与孟家在一亲，为何还对沈家公子说那些？不是故意搅人姻缘吗？实事求是，实话实说而已。真的吗？你该不是对沈家姑娘有什么特殊的心思？沈长鹤是进京统领，拉拢他对局势有利。真的吗？墨香，你想回江南吗？小姐在哪儿，奴婢就在哪儿。我想祖母了。可是贵妃娘娘和老爷夫人不会让我们回去的。那若是我寻了一个郎君，非去江南不可呢？夫人不会给小姐说江南人家的。不找江南的，但也可以外放啊。这一世我不想再拘泥于男子情爱，如果能找到借口去江南，侍候祖母一生，也是好的。贵妃娘娘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几日不见，安安倒是明艳了几分，同祖母当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
祖母也常说我像她。母亲对你这个孙女，可比对我这个女儿还要疼爱100倍。娘娘，奴婢听说四皇子进宫了。皇上最近胃口不怎么好，非要吵着吃我做的桃酥。哎呀，本宫最近身子不太舒服啊。安安，你替姑母去一趟吧。姑姑，安安第一次进宫，规矩礼数都不懂，怎能去圣上跟前？放心，我让玉姑姑跟着你去，不会出事的。大小姐，请随老奴来吧。沈夫人，表姑娘过去吧，那里就是皇上的御书房。玉姑姑不过去吗？老奴在这等姑娘。安公公，我是奉贵妃娘娘之命来给皇上送桃酥的。皇上这会儿在忙，姑娘还是稍等片刻吧。四皇子，安公公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有劳安公公了。哦，我跟四皇子有话要说，劳烦公公了。站住！你刚才不是说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对我说吗？那个，我突然想不起来要说啥了，等我何时再想起来的时候，再与四皇子说吧。这么说的话，你方才是在欺君吗？你放开我！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走。你发什么疯？这里是皇宫，你想干什么？沈安，你到底是谁？四皇子要是想发疯，就去别处。我是沈家侄女，不是你随便能轻薄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有没有见过我？四皇子说这话真好笑，你说我们算不算认识？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是哪个？四皇子与皇上生气，何苦群臣女发疯撒气？四皇子若是缺女人，宫里宫外多的是女人前赴后继，别来我面前发疯。沈安，方才是我失态，若是你愿意，我可以对你负责。不用。我方才为何鬼使神差说出那句话？明知道他会拒绝，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。娘娘，贵妃娘娘，夜深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安安，若是往后闲来无事，多来宫里陪陪姑母。如何？见着面了？见着了，只是有些远，又有柱子挡着，老奴并不知道两人说了些什么。
不急，来日方长。我们需要四皇子做靠山，四皇子又何尝不需要神府做助力呢？哼。主子，这天都快亮了，您盯这幅画都一晚上了。许是他与那些女子过于不同，才让我产生了征服感。今日是你第一次在京城过中秋，我特意带你来这京城最大的酒楼，站在这儿，可以俯瞰整个结界。哎，沈姑娘，沈姑娘，沈姑娘，在下递了多次书信给沈姑娘，一直杳无音信，还以为姑娘不会来了。孟公子，我自幼长在江南，怕是难以胜任孟府的主母之位。那日是我娘的错。滚！四殿下不是一向不喜欢热闹吗？今日怎么舍得出门？自然是心有所念。念谁呀？那你得问他喽。哟，沈家兄妹也来凑热闹了，要不要我将人请过来坐坐？要不你过去？哎，喝酒喝酒，来来。世子爷，人请来了。四皇子，世子爷，李公子好。不必拘谨，坐吧。张兄是哪里人士？家中还有什么人呢？回世子爷，江南人士，家中还有个小妹，寄宿在亲戚家中。不知张兄可有留任京城之计？小人不才。只堪堪入榜，恐没有留任的资格。若是我可以让你留京呢，你愿意吗？自是愿意。娶亲了吗？尚未娶亲。家中可有婚约在身？自是没有。不过我心中已有心仪之人。四皇子，张兄认为心仪之人同前程，哪个重要？且张兄的心仪之人，真的能如愿以偿，结为发妻吗？在下先告辞。不识抬举。好了，这有才华的学子那么多，他不愿意，再重新找一个就是了。这张叶阳倒真有几分骨气。是啊，若是娶了你妹妹，那大好前程就摆在眼前了。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。若是那女子知晓后，便十分感动，定下终生也是有可能的。没意思。走了。哎，这。方才多谢，你欠我的稍抵消了那么点儿。我从不记得得罪过你，你为何对我如此厌恶？
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若说你曾屡次出现在我的噩梦中，你信吗？梦里？你梦里的我是什么样的？什么样都有，只唯独没有如今的模样。张公子，沈姑娘，张公子为何出现在这里？我是来找沈大公子的。这2日的官差开始无故驱赶流民，沈大公子主管此事，我找他来递联名书的。此举凶险，公子寒窗苦读，考上了功名，就不怕付之东流吗？我想过，可我若是无睹，那考上这功名又有何用呢？张公子好魄力，那你先请，我稍后再来找他。君立明堂中，不沾雪与风。若此次能保住性命，定要向沈姑娘表明心意。就算是痴心妄想，也好过无疾而终。哥，我听说最近不少寒门学子联名上奏流民的事，带头的是一个叫张叶阳的书生，挺有胆量。大哥，他是哪里人？江南。江南。你打听他是哪里人做什么？没什么。大哥，我先走了。莫想张公子既然是江南人士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回江南和祖母团聚了。小姐的话，墨香真是越来越难明白了。殿下，凌世子派人来问，那位姓张的进士，应当给予什么职位？他递上的意思，是想去哪儿啊？流京。哼，流京，他还真敢想沈家那丫头。殿下，凌世子还说了，若是殿下看不惯他，可将他调回老家，做个县令。他老家籍贯哪里？江南一个偏僻的山村罢了。沈安安身在江南富饶之地，看来并不相识。告诉林晨毅，把张叶阳调回老家任职，不许留在荆州。是。大白天的，沈姑娘一个女子去酒楼做什么？对了，前几日凌晨毅说过，那个书生就在酒楼。哎，公子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去四皇子府。哎，又算错了。教过你多少次了，还错？张公子，沈姑娘，沈姑娘怎会来此处啊？刚巧路过。张公子若是不忙的话，不如一起用膳吧。不忙不忙。张公子上书留名之事，立下大功，想必定会得到一个不错的职位吧。沈姑娘，在下刚刚还在烦此事。张公子可有什么难处吗？朝廷将我分配回来江南老家。真是连老天爷也在帮我。江南自然是好，可是江南再好，却没有沈姑娘。江南人善景美，我一直想若有机会，一定要回江南。真的？自然。张公子何时赴任？最近3、5日必要启程。这么着急啊？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哟，好巧啊！四皇子，李公子，张公子近几日就要赴任了吧？是不是该收拾收拾行囊了？李公子提醒的是，那在下先行告退。两位公子吃好喝好，我先走了。京中最近不安宁，匪寇肆虐，
我送沈姑娘回府。那可真是臣女2辈子才能修来的福气呢。不过不必了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中意那个进士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四皇子是不是管得太多了？你上次还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对，全京城男儿那么多，我为何不梦别人，偏偏是四皇子？或是世间一切早有定数，你我前世，说不定真的有仇。小姐，四皇子回来了。萧渊，上辈子我苦够了，这辈子我死都不想跟你有瓜葛。你说的对，为何不是别人呢？说明前世必有定数，前世因，今世果，一切命数皆有迹可循。该是谁的，就该回归原本的轨迹。安安说是不是？安安。主子，到沈府了。疯子！沈安。啊！沈安，那个进士并非你所想那般高洁。当偏激和繁华相融时，又有几个能保持初心不改？我跟四皇子并不相识，下次再见，还请以沈姑娘相称。当然，我更希望可以不见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大哥和林姑娘的婚事定下来了。大哥的婚事？你回京之前就相看过了，这几日终于谈妥了。好啊，大哥居然藏得这么深。安安，明日娘要去香觉寺上香，你同娘一起去，顺道让大师给你也算算。好，都听娘的。那娘走了。大哥的亲事定下来了，接下来就应该是我。墨香，你觉得张公子怎么样？才华人品皆可，家世背景简单，最重要的是能让小姐您回心心念念的江南。你说的对，如果顺利的话，来年春日应该就能陪伴祖母左右了。墨香，啊，明日一早定要将这封信送到张公子手中。夫妻是缘，无缘不聚，前世注定。前世注定。大师，我只相信事在人为。世间万事，你又怎知不是一叶障目？纵使过程不对，只要结果方向是对的，也了全了因果。什么意思？时间不早了，请回吧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跟丢了魂似的。没什么。张公子在后院处等您。沈姑娘，啊，这是我家母留下来的物件，不值什么钱。如果姑娘不嫌弃的话，还请姑娘收下。张公子送人东西还站这么远，是要我过去拿吗？姑娘的意思是答应了。姑娘的意思是答应了。哦，沈姑娘，你放心，
我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张公子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文英大师说的不对，同我有缘的男子，又怎会只有他萧渊一人？娘，安安，你怎么来了？娘，我的婚事可否自己做主？那是自然。安安，你老实跟娘说，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？是哪家公子？姓甚名谁？人品如何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娘，他是今年的新科进士，才华人品俱佳，江南人士。娘，他虽然出身贫寒，但当真是一个顶顶好的人。您就应了女儿吧。安安，你在宫宴上拒绝四皇子，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叫张叶阳的人啊？是。我在江南便与张公子相识。安安，你这是低价，娘不愿意让你过苦日子。娘，我非张公子不嫁。罢了，回头让你爹动动关系，让他再留京几日，观察观察。若是人品尚可，就给你们定下来。多谢娘。主子，沈大公子送来的，说是有急事。禁卫军出事了？不是，沈长鹤要查一个人。查谁？张叶阳。他问我要了张叶阳的户籍、家中情况，还有生平经历。他明天就要前往赴任了吧？是。让人去江南走一趟。他明日便要走了，来得及吗？他明日未必走得了。你爹寻了吏部的尚书王大人，将那书生暂且留下了。娘，他叫张叶阳。行，张叶阳。谢谢娘。夫人小姐，二皇子府邸来了帖子，邀请夫人和小姐过府参加赏梅宴。这梅花还尚未开，二皇子为何要举办赏梅宴啊？安安，二皇子的面子不能拂。明日你随我一起去吧。知道了。把四皇子那幅画带上。小姐，拿画做什么呀？那幅画放在家里实在晦气。长公主不是说四皇子的画京都贵女都趋之若鹜吗？我趁此梅花宴拿去卖。啊，小姐，四皇子的彩头拿去卖，这不好吧？若不卖，就拿去扔了吧。别，小姐，奴婢这就去拿。真是好得很。娘娘，已经这样了，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。哼，既然他喜欢，那我就想办法帮他娶回来。我倒要看看，他又能宠他多久。听闻沈小姐的画堪称一绝，可比拟四皇子啊？这便是我未来的嫂嫂。夸张之词，
之前跟着祖母学过一二。姑娘过谦了。听闻林姑娘与沈家公子定亲了，怪不得林姑娘的嘴这么甜，原来是在吹捧未来的小姑子啊！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莫不是我听错了？那日其实是端三姑娘拔的头筹啊！你不过是一幅画而已，四皇子的画也不过是长公主随手所赠罢了。那也是属于我的，我就算是丢到河里，也跟你没关系。扔到河里，那可是皇子画作。如果端三姑娘喜欢，我卖给你如何？你舍得？看在端三姑娘对四皇子一片痴心的份上，我就卖你这个数，200两。看来端三姑娘对四皇子的痴心也不过如此嘛，连200两都说得出口。那你想要多少？我要的是2000两。这么贵？还要不要？哎，你等等。多谢啊。神，你卖了萧渊的话，若是被他知道了，定然会对你厌恶至极。那到时候，我看你还拿什么与我争？沈姑娘，我家娘娘请您小聚。姑娘，我家娘娘说了，只让沈姑娘一人前往。请。到了，沈姑娘。孙嬷嬷，二皇子妃在这儿。是啊，沈姑娘，请吧。此处偏僻破旧，二皇子妃怎么可能与我在此处相聚？孙嬷嬷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娘亲唤我还有事，我改日再来拜访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这宴席都散了，里里外外都找遍了，就是不见沈姑娘。这位姐姐，您看见沈姑娘了吗？听说和端三姑娘一起落水了，二皇子妃已经派人将他们送回去了。沈夫人和端夫人也早就往回家赶了。什么？方才分明是二皇子妃身边的孙嬷嬷把安安叫走了，为何会说落水呢？这一天天的，哪有那么多人落水？二皇子府的人为什么要撒谎呢？林姑娘，要不我先回府看看我家小姐回去了没？不，等你回去便来不及了。敢在沈夫人府上动人，想来二皇子连沈太尉也没放在眼里。那我们怎么办呀，小姐？你回去告诉沈大公子，我去一趟四皇子府。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你绝对不会做我的妻室，我自有万全之策。二位姑娘来水榭赏花，不慎落水，本皇子将二位救起，已派人直接从后门将二位求四皇子救救沈小姐吧！林姑娘，这是何意？四皇子，事情就是这样。二皇子说安安被劫匪绑走之事，绝不可信。哼，人还在他府上。殿下，如今您和二皇子争斗得水深火热，若此刻带人闯进他府，便中计了，还请殿下三思。可安安他……哼，
居然答应调兵！没想到四皇子对阿幼情至此。在哪儿？在后院。带路。四皇子，要不再等等？墨香已经回府叫沈大公子了。萧泽，是四皇子的声音，四皇子来救我了！我就知道，师哥对我是有情意的，甚至不惜硬闯二皇子府。是啊，端木木，萧渊为了你只身硬闯二皇子府，也不怕皇上怪罪，属实是爱惨了你。就像上一世，与我婚后，还与你纠缠不休。师哥，师哥，快来救我！别喊了，这时候喊只会扰乱他的心绪。神，你怕不是嫉妒我吧？白痴！萧渊要是为了你分了神，败下阵来，谁来救你？师哥，师哥，师哥，师哥！难道是情真意切？我上一世棒打了鸳鸯，确实是自作自受。清安，我让你带的兵呢？清安被我半路截下，调兵姿势体大，不敢轻举妄动。谁让你替我做了决定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安安才是我妹妹吧？家父已经进宫面见圣上了，二皇子不敢轻举妄动。四弟这是在干什么？是要弑兄吗？若是二哥找死，四弟也能成全。萧渊，这是我的地盘。二哥到底是主动放人，还是我亲自移平了二皇子府？你敢！二皇子，我已向宫中发送信号，殿下很快就会派兵前来。哼！起来！四弟今日这冲冠一怒，究竟是为了端三姑娘，还是为了沈家姑娘啊？端三姑娘是你恩师的孙女，算是青梅竹马。我猜你一定是为了端三姑娘吧？啊？师哥，你快让二皇子放了我！只要你告诉二哥你想救谁，二哥一定卖你一个面子。萧渊怎么可能在意我的生死？二皇子公然欺辱重臣之女，不怕陛下降罪吗？沈长鹤，别以为你搬出父皇就能把我怎么样。这究竟是我劫掳，还是他们妄图攀龙附凤？谁要知晓呢？你到底想怎样？很简单，我要你手中的卷宗。清安，回府去取。殿下，这可是您多年的心血，快去！卷宗可是他最为珍贵之物，为了这个端木木，他居然能舍得拿出来。原来师哥对我用情如此之深。快把东西放在台阶上。放人！放人！师哥，
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。端桑姑娘受苦了，小人这就送你回府。师哥，还好有你在，不枉我为你拼死守民节。哎，小姐，走了。师哥，师哥，师哥！哎呀！大哥，今日多亏了四皇子，才能把你救出来。今日多谢四皇子，虽然不是专程来救我，但是我也受益人。听说沈夫人给你相了门好亲事，成婚那天记得递张帖子，备杯好酒。哼，四皇子放心，定会请您到场。安安，刚才我去找过四皇子，只说了你有危险。四皇子今日是为你而来。小姐，今日四皇子为救您，进去南营调兵。若不是皇上宠爱四皇子，这可是死罪。定是因为爹爹的兵权，还有大哥的势力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这也犯不着让四皇子只身犯险呢。墨香，我困了，你去帮我准备洗漱吧。哎呀，怎么云行救美回来了，都没个笑脸啊？不是吧？您卷宗都交出去了，这么大的牺牲，沈家姑娘都没感激到以身相许。你要是闲着没事做，不如帮我把配合萧泽的那些劫匪给抓住。那些人抓不抓与你何干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明日天亮前抓不到，那沈姑娘的名声……哎，不是，小月，你图什么呀？你去不去？不去我让陈毅去。啊，行行行，我去。哎。安安，大哥找我来所为何事？大哥想问问，安安同四皇子究竟有什么过节？你对四皇子有敌意，是因为姑母要你嫁给他，而你早在江南就对张叶阳有意了，对吗？我喜欢张叶阳，我想要嫁给他。大哥身为男人，看得再清楚不过，四皇子对你有意。若你心系那书生，就当尽快完婚。至于四皇子的恩情，哥哥会替你还。墨香，晚些你亲自出府一趟，将延后任职一事告诉张公子。好。慢点。知道皇上会端水，只是没想到主子跟二皇子竟然各赏30大板。为了美人伤筋动骨，结果那沈姑娘也不来看我看我，当真是薄情。师哥，你那小师妹来探望你了？该来的不来，不该来的到来添乱。师哥，听说你被罚了，伤势如何？这不是我母亲送给沈姑娘的画卷吗？为何在你手里？前些日子二皇子宴会，沈安安说她不喜欢这幅画，她愿意出2000两银子把这个出售，
我就把它买回来了。师哥，这2000两银子，可是花光了我的所有积蓄啊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它的。回府。师哥，师哥，师哥！派去江南的人回来了没有？今早上到，还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他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姐姐？那日中秋，我见拉着个妹妹。他姐姐大他6岁，并且听说要出嫁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应该？一个大他6岁的姐姐，总不会和张彦阳有什么猫腻吧？在场，调查清楚，那个姐姐是亲姐姐吗？哦，对了，李怀言派人盯着那书生，发现墨香今日也来酒楼了。还未成婚，他就与外男来往，这沈家姑娘就是大胆。许是铁了心要嫁人呢？你……算了，我想起我府上还有事儿。安安，你爹今日下朝后，被四皇子亲自堵去灌酒，这会儿还在床上昏睡呢。萧渊莫不是有病？为何要故意为难爹爹？看来你和张公子的婚事要尽快定下来。回头将京城榜上有名的学子一起请来，办个品茶宴，再让那书生出些风头，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定下他。如此也好，不过堂堂神府见寒门择婿，一样引人猜疑。那就连世家子弟一起请来，如此便不会有什么纰漏。全凭母亲安排。主子，哪家的？神府的。神府举办了一场宴会，给各大世家子弟都递了帖子。您看你还去吗？什么宴会？品茗。品茗？沈家是武家，怎会举办如此文艺的宴会？都请了谁？除了一些各大世家子弟，还有榜上有名的寒门学子。就是为了那书生？您还要去吗？让管家背礼，张兄高见啊！班门弄斧，班门弄斧。张兄谦虚了啊！叶阳兄的才华，真是叫沈某自惭形秽啊！四皇子到了。哎呀！见过四皇子。都坐吧。
为何总感觉四皇子对我有敌意啊？好动听的箫声，像是从湖水亭那边传过来的。这箫声好熟悉啊，该不会是……那位来了。四皇子。他向来清高，对这些比试不屑一顾，为何今日会……我不信他不知道今日宴会的意义。四皇子此举，明显是来砸场子的。萧渊，你生来便是同我作对的吗？不好了，大公子、小姐，湖水亭那边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湖水亭那边的比试，四皇子样样拔得头筹，博得了满堂喝彩。什么？萧渊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席散了，我要去送客。张公子应该在湖水亭等你，快去看看吧。四皇子慢走。为何他还不走？四皇子还有事吗？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那书生并非良人？是非良人也要试过才知。试过？怎么试？嫁给他是吗？一旦嫁给他，此生就会冠上他的姓氏。那又如何？萧渊，这里是神府，你放开我！神府又如何？就算是皇宫，该是我的东西，任何人休想染指半分。这京城的城门，我是不会让你迈过去的。多管闲事！张公子，对不住，我辜负了沈大人、沈夫人，还有你，我让你失望了。别这么说，谁也没有料到四皇子会来。即便是早已将比试的内容告知于我，让我提前做好准备，但我还是没有应过四皇子。别担心，我会让爹娘再想办法的。你回去好好休息，等我消息。想不到，我堂堂7尺男儿，婚姻大事，却让你一个姑娘劳心劳力。往后成了婚，便是一家人，不分你我。小姐，奴婢早就给张公子准备了衣物，他为何？他虽寒门出身，可也有自己的骄傲。可他骄傲，就没有想过会不会给小姐年丢人？往后若不是还让小姐年跟着他穿粗布麻衣，日后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。我既要嫁他，你便自当尊重他。奴婢知道了。你想的不差，他那姐姐果然不是亲生的。等郎女是什么意思？据当地村民所说，是张彦阳父母还在世时给张彦阳领养的。等郎，这个姐姐与张彦阳的关系绝对不简单。还有一事十分蹊跷，前几日张彦阳高中的消息传回去，他姐姐的未婚夫婿便不慎落水而亡了。
忙活了几日，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夫人莫气，能做四皇子的手下败将，也是那书生的福气啊。爹说的不错，能和四皇子一较高下，这张掖阳往后在京城也算小有名气了。爹，我与张公子定亲的日子，能否提早一些？夫人，你便去操办安安的下聘礼吧。好，我明日便去趟香觉寺，将日子定下来。主子，沈夫人又去香觉寺了。吩咐下去，让张家姐妹10日内抵达京城。是。娘，日子定下来了吗？你的定亲在下月初，年前成婚，怕是不可能了，怕是要让张掖阳等至年后了。下月初，还剩10日不到。日子赶得急，你派人去酒楼通知他，让他早早筹备吧。娘，他家里情况你也知道，早早就没了父母，下聘礼，要不就省去吧。这些你不用管，聘礼就算让沈府自己掏，也不能让你如此委屈。墨香，把信送至酒楼吧。还有10日，萧渊，这一世，我马上就要彻底摆脱你了。小姐不好了，张公子被劫走了。什么？小姐，快去找大哥。你在家陪着娘，我去查。大哥，张公子不用担心，近来京城尚算太平，而且以马车抓人，应该不是穷凶歹徒。我去一探究竟。大哥，若是京中人动的手脚，那应该只有2种可能。放心，大哥心里有数。人我已经帮你找回来了，你就不打算见见吗？小渊，你就半点不好奇那书生有什么过人之处，值得沈姑娘满心轻许吗？那女人向来固执又眼瞎，就算喜欢屠夫，也不足为奇。好吧，我也觉得那姑娘眼力有问题。这京城有才华有实权的比比皆是，偏生挑了个穷书生。哼！主子，沈公子来了，说有要事。这么快就找来了，不愧是禁军统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四皇子，凌世子。长贺兄深夜前来，有什么事？我曾问过数次家妹，对张公子的情谊。四皇子，这世上唯男女情爱勉强不得，亦无法将就。深更半夜前来，你不会就是为了告诉我他有多喜爱那书生吧？我只是不想要安安伤心，更不想你们做无谓的纠缠，伤人伤己。不纠缠，你怎知无畏？我答应过安安要带他回去。李怀言被李国公扣下了，是二皇子授意。为了换回李怀言，我只能拿二皇子怀有身孕的爱妾下手。今日在酒楼被一同掳走的是二皇子的爱妾。那书生在酒楼做工，瞧见了不该见的人，我才将他也一并带走。在李怀言回来之前，他不能见人。你回去告诉沈姑娘，人在我这儿不会有什么闪失，10日之内定将他还回去。
安安，大哥，可有张公子的消息了？他没事，今日他下宫晚，看到了不该看到的，暂时被拘禁了起来，等几日便会放出来。他一切可好？放心，大约10日便能放出来了。10日，若是赶得及，定亲应是不耽误。小渊，你可真是好手段呐！这几日竟折掉了我半数羽翼。四弟让二哥佩服他，还在后头呢。哼！既然事情结束了，后日便是小女的定亲之日，还望四皇子行得方便，将人还给我神父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沈太尉就叫上了女婿，是不是为时过早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八字都合过了，别说一撇，一捺都快成了。四皇子，家父年纪大，腰不好站不住，先行告辞了。我已经让人将张叶阳放回去了，长河兄放心。多谢。人放了？反正早晚都要放，你总不能一直将人关着。索性张家姐妹快入京了，让他们解决，不比你做这个坏人都强。千安，属下在，让人时刻盯着沈安安的动向。是。萧渊，你直接拉拢神府，将人娶回来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，不是更好？你很闲，李华言刚救出来，你不安慰安慰他？得，那你就一个人夜不能寐，思念成疾，极度发疯吧。哼。我姑且再忍耐那书生2日。主子，贵妃娘娘身边的玉姑姑求见。四殿下，这是娘娘让我送给殿下的御赐之物，恭贺主子今日大胜2皇子。放下吧。四殿下，您可还有什么话需要回娘娘的？告诉贵妃，宫里的安寿殿离凤仪殿最近，很适合颐养天年。是。他真这么说的？四皇子只是告诉娘娘，来日他若登基，只要凤仪公主住的是咱们表姑娘，娘娘就是太后之尊。本宫倒是小瞧了安安那丫头，竟能勾得萧渊对她动了心思。只是，娘娘，奴婢听说沈大人有意将表姑娘许配给一个新科进士，兄长他是疯了不成？娘娘，这四皇子是个城府极深的，沈大人若是不将表姑娘嫁给他，恐日后他登基怀恨在心，便会报复沈家。我知道了。兄弟，这次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啊！要不要我帮你出口恶气？你想干什么？后日就是他们定亲的日子了，那书生刻意隐瞒等郎女的事情，你就不想敲打敲打他？不急，张家姐妹在路上了。那万一他们赶不上定亲的日子？我有事，你盯着，切记不要让张叶阳做出出格的事即可。你放心，他要敢对沈姑娘动手，我就敢对他动刀。
这张桌子我定了。你这是何意啊？哼，瞧你这穷酸样，这家酒楼的饭菜你吃得起吗你？我吃不吃得起，与你何干？瞧这位姑娘长得金尊玉贵的，你该不会是吃软饭的吧？你胡说！吃个饭，我张某还是付得起的。是吗？那公子方才点的饭菜中，可有这家店的招牌红烧鲍鱼啊？知道值多少钱吗你？不就是招牌菜吗？店小二。啊，沈姑娘，我自会处理。哼，说到底呀，还是个吃软饭的。店小二来了。今天这里所有的位置，我包了，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。好嘞，滚滚滚滚滚，滚出去！滚，快滚！哎呀，舒坦。小姐，你当真要嫁给张公子吗？可是小姐，你从小到大可曾受过今日这般委屈？那小厮狗眼看人低，见张公子穿衣破旧就出言侮辱，偏偏张公子自尊心又强，竟不让小姐您为他出头。他自有一番风骨，可他却让小姐您硬生生忍下这窝囊气，真是气死人了。行了，后日就要定亲了，以后诸如此类的话不可再说了。小渊，张家姐妹入京了。明日定亲之礼是最好的时机。沈家注重名节，若是知晓张家姐妹的事情，定会恼怒退婚。不可，为何？那女人性子倔，一身的傲骨，如何能接受那么多人异样的目光？我不想让她成为旁人的笑谈。小渊，以往我怎么没发现你是如此体贴深情之人啊？机会有的是，不一定非要等到明日。明日不行，那只有今日布局了，恐怕为时已晚。我听说城郊有座月老庙，不少信男信女前往，求三世姻缘。你是想？小姐，张公子递来消息，邀您出府一游。这大冷天的，去哪里游玩啊？张公子不知道从哪听说来的，说城外有座月老庙，可灵了，要赶在定亲之前结姻缘绳。月老庙。夫君，我听说城郊的月老庙有棵古树，不少人在上面挂姻缘绳，可灵了。我们没空。夫君，我听说你今日休沐月老庙。小月，我就让你陪我挂个姻缘绳，就这么难吗？年纪轻轻，他还怪迷信，宁可信其有嘛，也图个吉利。是啊，上辈子我声嘶力竭都求不来的，这一世，张公子不也费尽心思的想和我拥有吗？走吧，既然他开口，往后是夫妻，应当配合。张公子人呢？张公子说不必等他，他已经先一步去月老庙求姻缘绳了。天气冷，等姑娘到了就可以直接挂上。他倒是贴心。陈宇，你说这些东西真的有用？你怕不是被沈安安逼疯了吧？若是真的，这世上为何那么多痴男怨女？你不会真的想试试吧？哎，
求求菩萨保佑！上天还是咱们的家吧。万一是真的呢？若是我提前来求，那他们待会儿求的，应该会不灵验吧？不管真假，我都不能让旁人捷足先登。完了，真的魔怔了。那就试试。就算是真的，那月老也得先管你这段孽缘。公子一个人吗？是。可姻缘绳要2个人一起求才行。我夫人比较忙，我一个人前来也是一样的。那就请施主开始吧。施主，请将你与夫人的姓名、生辰八字写在这姻缘条上面吧。大师，写好了。为什么这一幕好似发生过？施主，施主，你这蛊术灵验吧？公子刮得高些，若是两情相悦，会如愿的。这些都是准备给今日的香客的。是，有没有说过一人只能求1次？那倒没有。这些我都要了。都要？不行？倒也不是不行。你是如何知晓沈姑娘的生辰八字的？施主，夫妻是缘，无缘不聚，前世注定。施主请在此稍待。师傅，门外有一位女施主求签。大师，这是我与夫人的八字，我今日有要上班，劳烦大师帮我挂到后山的古树上。阿弥陀佛。小姐，张公子不让您接他，我原先还以为他是真体贴，没想到是不愿意坐您的马车，要自己徒步走过来。张公子自有一身傲骨，没苦硬是。如此敏感，以后成了婚，会不会因为小姐您的家世好，就心生恶意呢？我想，沈姑娘，久等了。不曾，我也是刚到不久，请吧。
二位是来求姻缘的？正是。方才有位公子将姻缘绳都买走了，二位还是明日再来吧。我们明日就要定亲了，大师，可否帮帮忙，再给一个？不是贫道不帮你，我的确没有了。先前那位公子全买了，都挂在树上了。可是，张公子，我们改日再来吧。哎呀，也只能如此了。可是劳累你，大冷天的跟着我白跑一趟。我们走吧。为何总感觉有人同我作对？上次莫名被人抓去坐牢，还有9头被人赶了出来，如今，少姑娘，对不住啊，我今日无妨，出来透透风也是好的。萧渊，上一世我一直以为萧渊很忙，殊不知这月老庙他早就带端木木去过了。少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萧渊，你怎么了？萧渊，萧渊，夫君，后日是元宵节，想必很热闹。我想去花船上放灯，你陪我一起好吗？最近愁烦吗？我让清安护你去。忙，你次次都如此说，可你究竟是忙，还是不愿意和我待在一起？我没事。庄家姐妹来了吗？来了，应该快到了。我若说你曾屡次出现在我的噩梦中，你信吗？凌晨一，你相信梦吗？为何我的梦会与他的重合？若真如梦中，那我的确该死。你是不是挂红绳的时候冻着了？要不先回去吧。不了，我不知梦中结局，可现实中的结局却握在我自己手中。一同回去吧。yan弟，是你吗？月姐，瑶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yan弟，真的是你！哥哥，我们可算找到你了。你可知我带着瑶妹来找你，这一路上我们都经历了什么吗？我们挨家挨户的要饭，九死一生。辛苦你们了。我们终于见到央帝了，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小姐，我不是写过家信给你吗？过几天就回江南了。栓子哥呢？没陪你一起吗？哥哥，月姐和栓子哥没有关系，她只是想让你安心参加科举，所以才说和栓子哥成亲的。怎么会啊？这8年我都看在眼里的，栓子哥对你的感情不假。哥哥，栓子哥掉进江里死了。什么？怎么会？我也不知道。栓子娘非说是月姐害的，日日跑来骂我们。月姐没办法了，只能带我来寻你了。沈姑娘，我从小父母双亡，都是月姐带着我和瑶妹一起长大，长姐如母，所以……张公子，我只想知道，月姐可是你异母同胞、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姐吗？
好，我知道了。从小到大拉扯的情谊，可不是谁都能掺和进去的。哎，沈姑娘，不是你想的这样。我当时认为佳姐不日即将成婚，才没把情况告诉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个事情的。我们明日就定亲了，张公子来得及处理吗？沈姑娘，张公子可还记得我们是因何结缘的？月姐，不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的生活。张公子日后前程似锦，定可以好生善待长姐幼妹。月姐与张掖阳的情分，比萧渊与段梦梦更深。有些苦，我吃一次就够了。既知路途遥远，临世子出门的时候，为何不备马车呢？哎呀，你今日这是怎么了？那日在二皇子府中，因为姑娘被父皇责罚，伤势颇重。姑娘不会连这点要求都不答应吧？他二位议臣自然可以，只是小女的马车狭窄，只能委屈二位。多大劲！我一个大男人，同中书坐外面便可。四皇子金尊玉贵，车厢里坐你们2个应该也够。不行，我伤势未愈，太医说我见不得风。哎，对，他不能见风。四皇子，你是受伤，又不是坐月子。你喜欢花船和严小姐的花灯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梦里所遇之事，我岂会不知？你。